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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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吃。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作为中国姑爷的老外，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个外国人，然而但是当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开始角色交替，把自己的血统屏蔽，欠欠的以中国人的角度给人家讲戏。这不现在一个加拿大人就搁这生拉教人家意大利人咋用筷子吗？我老公就一跟其他老外在一起吧，就开始织毛，就给自己就圈到咱这一伙来了，跟人家俩嘚瑟，也不管人家带没带他玩。就有一次就这意大利小伙来我家玩的，然后我说的咱今天晚上吃中餐啊，我做中餐，我老公就是嘚瑟那样，我那个是我现在吃过了中餐以后哈，就是吃别的菜系就觉得挺淡，就挺落寞的。就你们意大利菜反正也算还行吧，但是就是相对来讲有点粗糙。结果人家马蒂也立马就怼回来了，比你加拿大菜强吧？一天不是烤土豆就烀土豆，再不就怼土豆，挺大的地方一天就跟土豆较劲。我说那好汉多大的壮志，不论经历几番跋涉，也走不出少年梦的天涯。你挺大个肚子，不管套上几层裤衩，也装不了俄罗斯的套娃。我说你可别装了，吃过2瓣腊八蒜你就自称东北汉，做过2个屁股墩你就自称东北魂，能不能不嘚瑟？我说我现在需要豆瓣酱，我才能做这饭。我老公又能耐上了。对我们中国菜哈，尤其是东北菜系，这个豆瓣酱啊是灵魂，就像你们意大利的这个番茄酱汁似的，只不过我们的工艺更纯熟。我说你别叭叭了，你快去吧。然后我老公跟人马蒂了，然后我领你去，我领你看看我们中国超市，看看我们中国超市是怎么卖肉的。你看看你们那卖鸡肉的地方就几盒鸡胸肉，几盒鸡腿肉，完事儿了。你看看我们中超，就把卖的这个鸡从头到尾放一起拼起来，这鸡能站起来走，不浪费任何一个美味的零件。我说用不用我把豆瓣酱这个词儿给你用短信发过去，省着你到了以后你忘了你自己要买啥了。这家我老公在人家马蒂面前还脸上挂不住了呢，就不乐意了，一拧的不用你发，我这一年了，我豆瓣酱我还说不明白。完他就走了，他俩呢就一边唠嗑一边去的，在这个道上呢一边唠这嗑呢，这个词儿就慢慢就淡化了。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记忆，就是你新学一个词儿，你也不是忘了，只是跟你之前就是粉红的回忆混淆了。我有一次就是初中时候，就是老师讲这个电阻的单位欧米伽，但他之前呢还有英语课，人英语老师让俺就记英语单词，然后我就记混了。第二天物理老师问我电阻单位，我告诉人家 museum。我老公这不也是1、2、3、4声他不分吗？就豆瓣酱他就豆瓣酱，然后记着这个豆瓣酱，完事往那走，这个豆瓣酱就窜台了。结果到中超以后，人家问他你要买啥，他告诉人家赵本山。哎呦我的妈！赵本山，给人整蒙圈了。问他你要碟儿啊？你要碟儿啊？完过挺长时间俩人回来了，带一盒豆瓣酱。我说也挺好，顺利完成任务。然后老公就嘚瑟上了，那我这点豆瓣酱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然后人马蒂也给他戳穿了。哎，你老公净白我，他到那儿管人家要赵本山，给人家问蒙圈了，问他要碟儿啊，是我记着的，我记着你让他买这个叫豆瓣酱，要不然根本买不回来。哎，你们都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爱唠嗑、爱讲价的这么一个婆婆，叫温迪嘛，就是唠嗑扁桃体带减震，讲价界霹雳小叶问嘛。爱唠爱讲到什么程度呢？曾经在自己结婚前的单身派对上，在温哥华去看小帅哥脱衣舞表演，跟人家演员讲价，让保安给抬出去了。这事儿后来都立棍了，就最后那场演出，所有演员都被他讲疯了嘛，就一件衣服没脱，现场套上加拿大鹅跳的，完事儿就都退休了。那这么一个霹雳小叶问，就是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能给他降服呢？还真有。就有一次全家去野营，就加拿大这个地方，就是自然景观方面确实是很硬实，就是随便开车到哪都感觉是在小时候挂历里的那种景。所以这片沃土呢，你别看它人味山，但是景味正，就空气清新得有一股春泥炖雪山的味道。那天早上不到6点，我就感觉这帐篷都震，外边鸟哗一下都散了，我就知道是谁来了。因为他每天早上有个习惯，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自己带的这吃的喝的有没有人盗用嘛。但是他压屁股底下睡的那瓶威士忌，确实是让我头一天晚上给把完了，所以俺就都装睡嘛，就是他谁也没叫醒，欲lau之而未果，完转身他就进林子去了，就是人类没攻克，跟野生动物开放麦去了，结果就让臭鼬给崩了。你们知道臭鼬不？就是脾气挺庄严的这么一个物种。其实你们的办公室应该都有一个相似的人设，就是你不知道咋惹着他了哈，他不乐意了，不吱声笑呵的，你以为没事呢，结果他趁你不注意，转过身去帮加一个大屁，给你崩的像屎壳郎吐你身上了似的。哎，我那个味儿哈，就是我建议你们将来有机会就是组团找他崩你一下去。就如果原来的空气是雪山炖春泥，现在就是皮蛋焖秋屎。然后这玩意儿的解药呢倒是有，就是往身上抹番茄。就坊间说番茄是臭鼬的解药，稀释屁汁有奇效。
但是俺们是野营啊，就没有番茄，只有番茄酱，就只能往他身上抹番茄酱。但是番茄酱里其实没有啥番茄，所以它根本就不好使。但是我婆婆这人爱卫生啊，就她当时已经疯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往她身上抹啥都行。那你说我能放过她？咱说婆媳之间恩情虚，人性也扭曲。我这个人吧，口重，到哪儿爱带一个东西叫腐乳。我一看这玩意儿也靠色，我就跟她说，我说这个是中式下饭小怪咖 Tomato of the China， 你就抹这个。她说味儿不对，我说西红柿成精了就这个味儿。然而可但是吧，就是我老公对他妈还是有点残余的恩情在，就没让我用腐乳汁手淹我老婆婆。哎，可惜了了，就真是开车去寻觅雪山炖春泥的大自然嘛，结果到那儿他就让大自然给崩了。现在哪有那么好的空气？就是外边又霾又爆的，先不说，屋里也没好哪去。现在天一热，你一开窗通风，外边柳絮啊、尘呐、霾呀，咔咔往脸上扑。你上西红柿，你上臭豆腐都不行。幸亏我有戴森空气净化器，这是他家 TP09的一个新品，就整个全机是密封的，就进去啥肯定不会再吐出来。大概就是貔貅这么一个性格吧，能净化99.95%，小至0.1微米的有害气体和颗粒物。再一个就是装修之后这个甲醛问题，就是它还能持续释放3到15天，气温一升高它还加速放。其实很多净化器它也吸甲醛，但它只能就吸那些，吸饱了就拉倒了，甲醛又该瞎跑了。但是戴森这个独特的催化滤网，一吸进去就给你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太有文化了。哎，一来就催化，你有甲醛我就催，春风化雨放风不归。它清洁空气，同时有凉风功能，特别适合夏天。因为有戴森这个专利技术嘛，就自动整屋循环清洁的凉风，不用直面冷风，所以就夏天喜欢吹自然风的朋友就感到无比的得心应手。这个不光能除甲醛，还能持久监测甲醛，空气中有啥有害气体和颗粒物都能给你瞅出来。反正我感觉家里有小宝宝，尤其像我家二宝这么一个就比较容易过敏的体质，确实是很有用。哎，你们见过夜店跳舞跳嗨的？但是你见过跳抛冰把牙给抛出来的舞者吗？今天我给你们暴露一下我另外一个一般时候不跟人说的身份吧。我不光是东北王储和石油公主，我还是夜店气氛小教母，舞池白头小傲骨呢。几年前哈，我去西班牙一个朋友他家玩去，然后有一天晚上俺几个心血来潮就跑夜店去了。到那之后就给我嗨坏了，因为就是他家住的地方就全都是西班牙人，就我就成了那个带着异域风情的花牡丹这么一个角吧，就是。完我这不就上状态了吗？就打通电臀小经络，燃起热情小沙漠，连干3个莫吉托，蝉联舞池小糟粕嘛。完我对面是个老头，瞅那样70来岁吧，头发抹的全是油，裤腰带上大龙头，应该也是西班牙哪个牙该的该溜子的好大哥吧，应该是。完这老头就对着我跳，就跳的直急眼，给我也跳急眼了。完俩就跳甩，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这嘴里的格局好像发生了变化，就我这右脸蛋子好像让我哪个牙缝给夹住了似的，然后我就用我的舌头就搁这怼，就这样式怼，我发现我这个牙确实缺了一大块，就我这电臀舞这劲儿使大了，给一个牙给崩下来了。完这老头一看我这表情，就以为我跟他宣战呢，寻思这家来个茬子跟我battle上了，就顶着我跳啊。完那天晚上从夜店回来，我发现我这里边就真崩没半拉牙。完后来我回英国了以后呢，就是就等着剩下那一半也掉呗，它就不掉，然后我这牙就越来越疼。后来我寻思，要不然就把这剩下这点余孽也给它拔了吧。完我就预约牙医嘛，给我约到了3个月以后的门诊，说我这不算急诊。我说啊，但我回来之后我就寻思，你说牙的事儿啥叫紧急呢？你看过哪颗牙长突然间抽了完就嘎过去了？我当时住在雷丁，不在伦敦。完我就天天就小道消息打听有没有那种就私人牙科诊所能给我快点看着牙的，完有没有那种就少要点钱的，要不然太贵了。完家前院老头就老神秘了，告我 I know a guy， 就他知道个人，这个人呢就可以拔牙，但他的特点呢就是他性格挺毒，脾气比较暴，而且他只管拔牙，就拔完之后剩下这坑，你是养鱼啊，你是种瓜呀，你是藏点零花啊，他都不管。我就问我说这人叫啥呀？老头说叫 dentist butcher， 就是屠夫牙医。我说咋的？这医生姓屠夫啊？老头说的，他就是屠夫，拔牙是他兼职，就反正都力气活。后来这个屠夫牙医拔牙这个传说，我就没敢尝试，我怕他，你说这杀猪杀顺手的，万一给我拔牙的时候，我一害怕吭叽一声，他一不耐烦就给我叫开咋整？后来我回铁岭看牙的时候就拍了个牙片，发现坏的不光是就这颗牙，就里边我的智齿是躺着长的，结果智齿前边那颗牙因为长期被这个智齿怼，里边也已经被腐蚀空了，就跟4郎似的。表面看着龙马精神，实则已被叶澜依彻底掏空。但是那次回去就时间不够，我还没等治完呢就回来了。那现在我吃东西就酸的、甜的、硬的、黏的、烫嘴的、拔牙的，都得搁左边嚼，就导致我现在的脸其实已经有点偏了。就你们可能就是太爱我了，没看出来。我这大胖媳妇这些年就一直对她的牙特别上心，所以你看她就这么上食嘛，牙口给力。
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最重要一个事儿啥呢？就你即使是嫌我磨叽，不爱听我这叨叨叨，你也听啊。就是牙这个事儿哈，你千万别等它疼了，或者像我似的都已经崩开了，你再去琢磨咋整，那一般情况下就晚了。就尽量尽早预防。我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尽量减缓我这个2颗坏牙被腐蚀的程度，就保持口腔清洁。要不然别哪天我录抖音的时候正唠我老婆婆呢，叭家又崩出一颗牙。